这些商家呢，因为他们租着这些店屋来做生意，在没有收入的情况底下，他们同一个时间，他们又不要付这个租金。这个时候呢，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谓的店主又要收租金，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应该要怎样解决呢？欢迎收看我们的大法律小智慧，我是邱律师，我是黄律师，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这支影片呢，只适合店主跟租客来看而已。就说呢，如果呢，今天你是租着人家的一间房子来自己住的话，这支影片是不适合的哦。OK， 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马来西亚从3月18号到4月28号推动了一个叫做行动管制令的东西，而这个行动管制令呢，导致了我们很多的商家无法的去做生意，而这些商家呢，因为他们租着这些店屋来做生意，在没有收入的情况底下，他们同一个时间，他们又不要付这个租金。这个时候呢，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谓的店主又要收租金，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应该要怎样解决呢？黄律师，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店主跟我们的租客呢 OK， 曲律师，我们要注意2个点。第一点，这个店主跟租客一定要有一个合同，我们叫做 tenancy agreement。OK。第二，翻开那个合同来看一看，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无可抗力的条约，英文我们叫做 force majeure clause。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合同多数是英语或者是国语来书写的，所以大家要查看有没有 force majeure 这2个字眼在里面，拿出你的租约合同来看看，到底有没有 force majeure 这2个字在里面。好的，明白。黄律师，当这个租客跟这个屋主翻阅了他们的租约合同，发现了他们租约合同里面有这个无可抗力的条约，或者是这个 force majeure clause， 在怎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可以执行这个 force majeure clause 呢 ？OK， 邱律师，这要符合3个最主要的因素。哪3个因素呢？黄律师，第一个因素是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什么是有突发事件的发生？可以给一些例子吗？好比说战争啊、天灾啊，又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 COVID-19 新冠状肺炎，这个就是突发事件。明白。那么第2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第2个因素就是说，这个突发事件呢是店主和租户双方都不能控制的。有什么例子可以给一给吗？这样子无法控制呢？就好比说现在这个新冠状肺炎延伸出来的行动管制令是店主跟租户双方都不可以控制的，因为这个是政府颁布的行动管制令吗？明白，就是说政府颁布的这个行动管制令，因为它有这时间的长短，这个租客跟这个店主是无法决定，是这样子说吗？黄律师？对，就看我们第3个因素。第3个因素是什么呢？黄律师？就是说店主和租户双方都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不可能解决啊，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是政府颁布，政府也说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做生意啊。好的。那么黄律师，刚才呢，你与我们的观众分享的呢3大因素，你可以为我们举个例子吗 ？OK， 那我就讲当做小明和小丽好吗？2个角色。小明是一个理发师，他向小丽租了一间店当做他的理发店。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政府在3月18号到4月28号实行了行动管制令。小明的理发店不是在这个重要项目 Essential Services 的框架之下，所以理发店是不能开门做生意的。那么小明就问小丽，这个时候3月18号到4月28号，我不可以免除不要给你这个期限的租金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回小明和小丽2个人所签署的租约了，是否这个租约里面有这个不可抗力的条约 force majeure clause。 如果有这个 force majeure clause 的话，那小明就可以不需要给小丽这个期限的租金，因为新冠状肺炎是个突发状况，而因为新冠状肺炎而延伸出来的行动管制令是小明不可以控制的。明白。
黄律师，我采用你刚才的提出的例子，就是小明跟小丽。如果说呢，小明回去翻阅了他的这个租约的合同，他发现呢，他的租约合同里面并没有这个无可抗力的条约，或者是这个 force majeure clause，那么呢，小明又决定不要给小丽这个租金。在法律方面，小丽是有什么权利的呢 OK， 小丽是有权利向小明继续追讨这那个期限的租金。如果说小明还是坚持不要给小丽这个租金的话，小丽有权利向法院申请停令，叫法院命令小明给这一个期限的租金。明白，就是说简略来说，就是说小明将会面临了法律的问题，是吗？对，他会面临小丽向他提出的法律的诉讼。明白。OK， 那曲律师，你听了我刚才的陈述之后呢，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启发 ？OK， 我得到的启发呢，就是说呢，其实呢，租约合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试想一下，有些租约合同有这个无可抗力的条约，和有一些这个租约合同是没有这个无可抗力的条约，那个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根据我的经验呢，我常常发现到这些店主跟这些租客，他们常常很喜欢自己拟定一份租约合同，而他们的内容都是东抄抄西抄抄的，是非常危险的。黄律师，是，这样曲律师，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合同之前呢，就是说要找一个律师，通过律师来处理类型的租约，以达到双方完善和全方位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如果说双方已经进入了租约，可以做的就是说，要求律师重新检讨或是审核那个租约。可是，如果要审核或是检讨，也需要得到对方，就是说双方都要同意，才可以去检讨那份合约。所以我的忠告呢，还是奉劝大家，在还没有进入任何租约或是合约之前呢，麻烦一定要请一个非常熟悉这类型法律或者知识的律师来帮您审核，或是帮您处理，千万不要东抄抄或是西抄抄，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就随便组成一个合约，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多时候法律因素没有被考虑到，就像现在这个问题这样子。如果说以前小明已经找一个律师处理这个案件，然后有把这个不可抗力的条约放在里面，这样今天他就不会面对这样类型的问题了。是的，我非常的同意黄律师所说的东西。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呢，记得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like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我们的 Instagram。我们下次再见，拜拜。